娘娘 ，PPT 马上就好，再给我5分钟。娘娘，开会了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太后，我穿越了。我叫牛玛丽，是一名全能秘书，为总裁大人做牛做马7年，在疯狂加班中突发心梗。重活一世，我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平行时空，成了大荣国的当朝太后。太后，多么美好的职业！如今我年方27，有钱有权死老公，还不用宫斗，直接走上人生巅峰，太爽了！这辈子老娘再也不用当牛马了。娘娘，快醒醒！加班已经很累了，不要吵我，我要睡3天3夜。皇上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。他一个小孩子，你让他出去玩吗？母后，皇上，这是我的好大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常年殚精竭虑，耗费心血，这样下去，您迟早会油尽灯枯的。殚精竭虑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是太后了，我还有什么好累的？正因为您是太后，才累啊。您上午垂帘听政，下午内阁议事，晚上批改奏折，隔三差五还要应付刺杀。你是说我？本宫这些年都是这么过的？自从您当上太后，这8年来甚是如此。什么人啊？这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当什么卷王？您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皇上呢？他也老大不小了，该亲政了。好不容易再活一次，打死我也不要再努力了。他呀，他呀。皇上驾到！母后身体如何了？真命人寻来了百年人参和千年何首乌，这次还有这些补品，都拿来给太后补身子。这皇帝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还挺有孝心。那个我，本宫没事了，你有心了。母后没事就太好了。这些奏折就交给太后了。皇帝，你都18了，该亲政了。朕对国事一窍不通，离亲政还远着呢。你先试试啊，这人啊是在实践中成长的。国家大事岂能儿戏？母后就再辛苦几年吧。可是，母后就辛苦。我从没有见过如此摆烂的皇帝。皇上无心朝政，所以这些年娘娘您才这么辛苦啊。想让我给他干活，没门儿。这跟熬夜做 PPT 有什么区别？去，娘娘，这是您的醒神汤。这不就是猴牛吗？太后娘娘息怒，这活我干不了了。那个谁，奴婢锦绣。锦绣，本宫还有没有别的儿子？您的意思是，既然那个慕容贤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那不如就换个人当皇帝喽。娘娘，万万不可啊！且不说其他皇子个个都有亲生母亲，摄政王大人还对王位虎视眈眈呢。摄政王？摄政王殿下对您恨之入骨，若是被他得到了王位，等等，摄政王对我恨之入骨？本宫
是跟他有仇吗？娘娘，您不会都忘了吧？娘娘，您不会都忘了吧？摄政王慕容帅是先皇最小的弟弟，与您青梅竹马，还曾私定终身。可10年前，您在他出征期间悔婚，嫁给了先皇。你怎能负我？因为我要做皇后，我将来要当太后，我要做这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而这些，只有你皇兄能够给我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先皇驾崩后，慕容帅成为摄政王。为了不让他有机会谋反，您派他去边疆打仗，一去就是7年。刘金书，本王回京之日，便是你的死期。妈呀，那这不是给我挖坑了吗？挖坑？放轻松，稳住。边疆那么远，他一时半会儿没赶回来，说不定哪天就死在战场上了。娘娘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摄政王边疆大捷，把人家可汗的首级都砍下来了，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什么？这些年摄政王殿下战功赫赫，威名远扬，已经得到了许多大臣支持。您努力把持朝政，也是为了与他抗衡。娘娘，您不会现在是想放弃吧？当然没有放弃，可光我一个人努力有什么用啊？那个傻皇帝他巴不得把皇位拱手让人，让我怎么活啊？让我怎么活啊？皇上，臣妾在这儿呢。爱妃，皇上小心！蓉儿，我在这儿呢，快来照呀！朕来了。皇上，你已经有足足3个月没有上朝了。这不是有太后在吗？后宫干政是长久之计吗？啊，你已经满18岁了，你要自己亲政。知道了，等时候到了，朕自然会亲政的。什么叫时候到了啊？何谓时候到了？太后娘娘驾到！母后，太后宠溺皇上，故意要向皇上养废，好把持朝政。我绝不能让这妖女得逞。母后，快来评评理。朕不过是跟贵妃在这休息一会儿，何错之有？竟被林相好一通说教。朕是皇帝，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？臣……你还知道你是皇帝啊？啊，把那么多奏折推给我，你倒玩得挺开心啊！有这闲工夫，你就不能做点正事吗？母后，你什么你？这是养心殿，你在这里吃喝玩乐，对得起那些列祖列宗吗？对得起这些忠君爱国的国之栋梁吗？走，现在就跟我回去批奏折。林相，见笑了。那个，本宫跟你保证，明日皇帝必上早朝，3个月内亲政。走。难道竟是老夫看错了太后娘娘？太后当真要让皇上亲政？千真万确，贵妃娘娘，摄政王殿下马上要回京了，如今正是最关键的时候，您可不要功亏一篑啊！我知道，告诉皇太妃娘娘，我定会想办法劝住皇上，绝不会让他亲政的。什么？皇上今天没法上朝了？太后娘娘息怒，赵贵妃动了身孕，皇上心急如焚，那毕竟有可能是他的第1位皇子啊！皇上今日休息的可好？有蓉儿相陪，朕总是安心的。讨厌，还是你的主意好。皇嗣为大，母后定不会怪你。只不过我担心你的身子，不会真有不适吧？有皇上护着臣妾，定不会再重蹈覆辙。等皇叔回来，朕就把皇位传给他，然后带你出宫，咱们一起做对神仙眷侣。太后娘娘驾到！
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赵贵妃，快快请起，你怀有身孕，不必多礼了。母后怎么来了？本宫听说赵贵妃动了胎气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不来呢？这可是皇帝第一个皇嗣，非常重要。母后这下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去早朝了吧？实在是皇嗣要紧。是，这事呢也怪母后没有好好照顾赵贵妃。这样吧，将赵贵妃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把她挪到我宫里。这样吧，将赵贵妃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把她挪到我宫里。哎，母后，这就不必了吧？怎么能辛苦您呢？您还有很多国事要处理呢。这怎么叫辛苦呢？皇嗣可是比国事还要重要的1等1的大事。臣妾多谢太后娘娘关怀，只是臣妾睡惯了芙蓉斋的床，实在是……好说，那就将赵贵妃的床一并过去。母后，皇帝，赵贵妃怀有身孕，本就不适合在侍寝了。本宫呢，会将她好好照顾，直至生产。来人！皇上，蓉儿，哎，皇帝莫急，只要你每天答应我亲政，你的蓉儿便能跟你见面了。加油！启禀陛下，今岁入夏以来，江宁府连降暴雨，江河泛滥，受灾百姓甚众。臣恳请陛下调拨米粮20万担，官银50万两，由钦差大臣携往灾区，以解灾区燃眉之急。听凭太后做主，听太后的。皇上，你真的不再好好想想？母后就别谦虚了。你看，你看，真的小啾啾，你要是再不认真上朝，那我就把这只鸟杀了，给御厨加个餐。母后，是清蒸还是红烧？皇上你自己选。陛下，刚刚臣所言江宁府受灾之事，慢着，水患之事兹事体大，朕方才没有听清，劳烦爱卿再说一遍。好家伙！现在可以把朕的小舅舅放了吧？刚刚给他喂了最好的鸟食，开心着呢。本宫给你保证，只要你好好亲政，他的日子还会过得更好。哎，母后，您是怎么了？从小到大，朕想做什么您都会依着朕，现在却如此逼朕。您真的是我的母后吗？你到底是谁？糟糕，难道被他看出来了？我不是他原来的母后。贤儿，你以为母后就不心疼你吗？看到你难受，母后的心都要碎了。那你为何还……可是古话说得好，爱之深，责之切。这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本宫既是你的母后，那就有责任将你培养成一个有担当的人，一个合格的皇帝。继续吧。唉，终于不用干了。娘娘这些日子辛苦了，也该放松放松了。怎么放松？您的那些男宠已经等候您多时了。男宠？娘娘，奴婢为您吃点心。你自己吃。娘娘想听什么曲？奴婢为您抚琴可好？奴婢为您揉揉肩。等一下。本宫突然想起来，还有奏折没有批完。娘娘，娘娘，这个牛金书什么审美？难道就没有阳刚一点的男宠吗？这个好哎，还有胸肌。今晚就你了。参见摄政王殿下。摄政王？
好久不见呢，皇嫂。多年未见，你还是那么帅，难怪你叫慕容帅。你我之间何必虚情假意？本王没死在凉州，你一定很遗憾吧？怎么会呢？摄政王是我大戎朝战无不胜的战神，本宫日日在宫中，盼你能够平安归来。怎么样，累不累？吃饭了没有？有没有受伤？皇嫂既然这么关心，不如来亲自验一验。本王这身伤疤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不用了，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的。太后娘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让奴婢们好找。这7年，你倒是过得舒心。没有。娘娘，他是谁啊？难不成是新来的小兄弟？放肆！那个怎么跟摄政王大人说话的？摄政王大人饶命啊！臣今天还要面见皇上，就不打扰皇嫂快活。殿下，咱们的大军已驻扎到城外10里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即可包围都城。因为大戎浴血7年，是时候夺回属于你的位子了。是啊，这一切本就是我的。摄政王大人带兵逼宫了，娘娘，你快走！刘金书，你欠我的债，今天该还了！不要！娘娘，你梦魇了。慕容帅驻守边关多年，是不是还有军队？对啊，听说这些年他掌管凉州军，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，灭了北地10万大军呢。牛金书啊，牛金书，你想让他死在边关，结果却是养虎为患。不行，我可不能坐以待毙。宣摄政王殿下入殿。臣慕容帅参见陛下、太后娘娘。皇叔，快请起，请上前。皇叔驻守凉州7载，屡次击败敌军，又将那些蛮子打出数百里，如今又取下了敌国将领的首级，真是扬我国威，壮我山河，实在是5大戎朝的英雄啊！皇叔此次战功名震天下，朕定是要重重赏赐的，就赏加封摄政王为镇国大将军，赐黄金1万两，丝绸1000匹。另外，将凉州3郡赐为他的封地，世袭罔替，如何？赶紧去封地就藩吧，做个自由自在的王爷，不比造反当皇帝快活？谢陛下、太后娘娘，臣感激不尽，但臣不愿。这是为何？臣出征7年，鞍马劳顿，沉疴未愈，臣不愿在封地就藩，唯愿暂留京城数年，与母妃膝下尽孝，调养病体，望陛下成全。这别答应，让他留下来，咱娘俩就死定了。好，既然皇叔想留在京中静养，那我便答应你，那就赐你京中王府一座10亿万户，再赐南海明珠10壶，朕便特许你每日自由入宫，以便可以时时刻刻为朕分忧。谢陛下，谢太后。如此甚好。不过，本宫还有一个建议。母后请讲。军不可一日无将，何况凉州地处边境，大军更不能没有人统帅。摄政王若是想留在京城，不如
先将虎符交出来。啊，这虎符吗？只要没了军队，谅你也翻不出风浪。母后，皇叔刚回京，你就夺他兵权，你这也太……摄政王忠君爱国，又最了解军中的情况，想必他会理解我们的苦心吧？殿下，你说是吧？那是自然。臣本不是武将，7年前，太后将虎符亲手交给我，改变了臣的一生，如此恩德，臣永生难忘。但如今凉州30万大军皆有虎符号令，此事非同小可。陛下和太后可有执掌虎符的新人选？这，陛下，臣有异议。摄政王殿下戍边7年，负伤100次，为大荣抛头颅洒热血，数次险些丧命。如今刚刚大胜回朝，便要夺其兵权，恐怕让众人心寒呐。除摄政王以外，大荣王朝再没有第2个人可以信任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望陛下娘娘三思。望陛下娘娘三思。这些大臣，恐怕许多都是慕容帅的人。罢了，此事就虎符暂时交给皇叔吧，等以后有了合适的人选，再行定夺。岂有此理！摄政王殿下为大荣国立下多少汗马功劳，太后竟要夺他虎符？皇上虽然没有答应，但哪里拧得过太后？现在能稳住皇上的人，只有您了。军队是殿下的根基，我定会想办法帮助殿下，只要我能见到皇上。太后娘娘，赵贵妃忽然食不下咽，泪流不止，已经1日未进食水米了。太后娘娘恕罪，几日未见陛下，臣妾相思入骨，肝肠寸断，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也吃不下任何东西。贵妃娘娘怕是得了相思病了，这样下去，恐怕会伤及腹中的皇子啊！求太后娘娘开恩，让臣妾搬回芙蓉斋去吧。臣妾一定会好好保重身体，只求您能让我回到皇上身边。真这么想回去？其实也不是不可以。多谢太后。你若是回去了，那便是违背了本宫的意志，按律当叫3起。赵贵妃，你现在就可以搬回你那个芙蓉斋，跟陛下双宿双栖。不过从此以后，你便从赵贵妃降为赵贵人，你可愿意？哎呀，我的头突然好晕。娘娘，贵妃娘娘，别喊了，去请太医。明明贪图权势，还装什么纯爱的样子？你好好在这里给我安胎，别耍什么小心思。我可是看过3遍《甄嬛传》。去，走。贱妇，你得意不了2天了。等我助摄政王登上大位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慕容帅来者不善，摆明是对当年的事情怀恨在心，他不会真要谋反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皇嫂忘了吗？今日皇上也特许我自由出入皇宫，为君分忧。这是我的寝宫，来人，来人！外边的人已经被我用迷香都迷晕了，今夜你喊破喉咙也没人会过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起兵造反，杀你泄愤，这些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但你放心，我现在还不想这么做，我要折磨你，捉弄你，让你害怕、恐惧、夜不能寐、痛不欲生，就像当初你对我那样。
那个过去的事情大家都有难处，你要不先听我解释解释？你以为我还会信你？真的没法聊了？你我之间也没有任何瓜葛。那好吧。这是什么？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让人做了这副铁手铐防身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忘了，这外面的人都被你迷晕了，你喊破喉咙都没有人来救你的，这怪谁呢？这就叫做回旋镖。放心，等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救你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不如劈套奏折再走吧。辛苦了。牛金书，皇上，你听明白没有？这个慕容帅回来，他就没有安好心。他如今功高盖主，手握重兵，只要他造反，我们连反抗能力都没有。你明天必须要求他拿回虎符。哎，母后莫慌，皇叔若真心想要皇位，我就上位给他吧，不必这么麻烦。你是自在了，我可就没命了。苍天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猪队友？你是皇帝，一国之君，怎么那么没有责任心呢？这皇帝又不是我想当的，从小到大，我干什么做什么都是你强加于我的。母后，我真的不想当皇帝，我只想和我心爱的女子自由自在，双宿双栖。行吧，只要你明日能够拿回虎符，我可以让你提前见见赵贵妃。真的？殿下。殿下，您在太后娘娘的寝宫批了一夜的奏折啊！他虽可恶，但国家大事也不能耽误啊！哎，走吧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殿下。殿下中了剧毒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再过2刻，便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了。殿下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毒啊？皇上驾到！臣参见陛下。不必多礼。听闻皇叔在太医院，朕便想来看看。怎么，阁下身体抱恙？无妨。皇上找臣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皇叔既然决定留在京都，想必也会养伤好一段时日。不如先把虎符……怎么了？这是？皇叔，你可别吓朕啊！无妨。陛下，刚才说什么？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说什么？万一再受刺激……行了，你先好好养身子吧。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恭送皇上。殿下，我找太医查过了，果然在内侧被人涂抹了毒药。我才回来2日，便要毁我的性命，抢我的虎符。牛金书，你果真狠心！殿下，太后此举就是在给你宣战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不如3日后。吐血？不就是批了一晚上奏折，至于这么虚吗？8成是他使的苦肉计。皇叔在外征战多年，
保不齐受了什么严重的内伤。母后，现在就夺他的兵权，确实有点太……哎，对付他这种心狠手辣之人，就只能选择他最脆弱的时候下手。你一定不能心软的。母后，我听说你与皇叔是自小相识，青梅竹马，你现在怎么这样啊？哎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哎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让他当面交出虎符，不如你就下道圣旨，命他立刻归还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你现在写，那个赵贵妃今晚就能回你的养心殿。行，那我写。不好了，贵妃娘娘小产了！皇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怪他们，是臣妾不小心，不慎跌了一跤，不小心磕到了肚子。他这种情况，就应该有人时时刻刻在身边守着，怎么可能撞到肚子？方才娘娘要喝雪梨炖汤，我就去了小厨房，只离开了一小会儿。别怪他，皇上，都是臣妾的错。怎么瘦了？贵妃娘娘思念皇上，好几日夜不能寐，十分想念，泪流满面。贵妃怎么样了？还好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母后当初信誓旦旦，答应好朕会照顾好蓉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您就是这样照顾的。本宫是不太喜欢他，但从不曾忽视怠慢过他，更不曾折磨过他。母后只拿蓉儿当制衡我的棋子，又何曾真心关心过她？在你眼里，只有皇位权力，所有人都不过是你的工具。好啊，皇上若是真讨厌本宫，不想再被本宫管着，那便堂堂正正当个皇帝来跟我对抗，而不是成天想着逃避责任。娘娘，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没有照顾好赵贵妃，请娘娘责罚。哎，快起来，这不怪你。一个人若是存心作死，旁人又怎么拦得住呢？娘娘的意思是，雪梨性寒，她身子弱，向来不喜寒凉之物的，又怎会想喝雪梨汤？他知道你擅长做这个，故意把你支开。他说他摔掉了孩子，可身上却没有半点淤青，这八成是偷吃了堕胎药。他怎么下得了手啊？那可是他的亲生骨肉。赵贵妃身后一定是有人指使，他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小产，是想离间我跟皇帝。那会是谁呢？唉，这虎符怕是拿不回来了。诸位爱卿，还有事要奏。臣御史台李正钦冒死弹劾太后。皇上登基8年，太后以垂帘之名行独断之实，不仅披红掌印、越俎代庖，处处干涉朝政，还豢养男宠、祸乱宫闱，此等丑闻辱没国体。臣恳请陛下拟旨，取消太后监国之权，还政于摄政王。陛下，这些年太后娘娘对国事劳心竭虑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其心天地可见，望陛下三思。公然豢养男宠，夜夜与邻人相伴，成何体统？此等祸国行径，岂配辅佐圣君？如今陛下已长大，又有摄政王殿下辅佐，娘娘理应退居长乐宫，颐养天年。请陛下准奏。准奏。娘娘，皇上没空见你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皇上，太后娘娘对您一片忠心，请您收回成命。皇后娘娘，起来吧，您别让奴婢为难了。他要跪就让他跪着，反正他就擅长这个。皇上，切莫中了那奸人的诡计，与太后娘娘离心啊！皇上，皇后娘娘好大的声音，搅得我和皇上都没法好好下棋了。您这又是何必呢？我身为皇后，自然是为了皇上着想。
为了社稷着想，而非贪图享乐。我最烦你们这些名门贵女，一个个惯会惺惺作态，自命清高。皇后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被我踩在脚下？哎呀，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裙子。我那有皇上赏的好多绫罗绸缎，回头挑几身不爱穿的，送给皇后娘娘。哟，不服呀？你的太后姑母已经失了权势，不能再帮你撑腰了。我劝你呀，识趣些，别总出来碍我的眼。放肆！放肆！参见太后娘娘。赵贵妃，皇后跪着，你为何站着？臣妾刚刚小产，身体虚弱。能赶来养心殿争宠的，我看你也不是很虚弱嘛，还不跪下？赵贵妃出言不逊，冒犯我跟皇后，罔顾尊卑，传我懿旨，将她禁足3日，每日来此跪上2个时辰，掌嘴10下。太后娘娘，您不能这样。赵贵妃，本宫虽没了监国之权，但你记住，只要我1天还是太后，我便能让你一直跪着。来人！太后娘娘饶命！陛下救我！堂堂皇后寝宫，怎会如此凄凉？是侄女无用，入宫3年，不仅没能规劝皇上努力上进，还被皇上厌弃。快传太医！不必了，都是老毛病了。请太后娘娘为皇后娘娘做主。自从2年前赵贵妃诬陷娘娘害她小产，这变成了冷宫一般。皇后娘娘从不抱怨，她心里实在是苦，久而久之便郁结于心。这个赵贵妃，用来用去都只有这一套。这吃人的后宫啊，没有恩宠就要埋葬女子的一生吗？我呸！别怕，姑母帮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换个动作看好啊！姑母，我不行了。哎呀，你多巴胺是解决抑郁的良药，你体质这么弱，肯定是要健身的。我都还没让你举铁呢。举什么？算了，你先把那个操跳熟。我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锻炼身体，养足精神，一切都可以过去的。哎，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。殿下，7年未见，您觉不觉得太后娘娘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？人总是会变的，但他伤我、负我，这些过去永不会变。本王绝不会心慈手软。殿下，咱们的大军马上就可以抵达都城。明晚听我号令，围城，逼宫。娘娘，您不是一直盼着有一日不必再管国事，不必再批奏折吗？现在您终于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，为何还如此闷闷不乐？唉，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那个慕容帅回来了，他就像是一把大砍刀悬在我头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砍下去。我还没有什么还手的力气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恐怕这些好吃的就是我的断头饭，吃一顿少一顿了。
别那么悲观，摄政王殿下之前对您不是挺好的吗？说不定他早已放下了7年前那些旧事。太后娘娘，这是林相给您的密信。城外隐藏大军，慕容帅，这是要反？殿下，咱们的大军已经全部就位，只要您现在释放烟花令，便能立刻封锁都城。皇上那边呢？他正从温泉仙宫返回，有我们的人看着，他什么消息也不会知道，跑不了的。太后呢？他这几日一直在长乐宫。殿下，不好了，太后娘娘她不见了。娘娘，娘娘！太后娘娘，你一定要走。皇帝呀，他巴不得上位给那个慕容帅，只有我走了，他才能保住性命。而且这慕容帅恨我入骨，我要是不走，我就小命难保了。你也赶紧走吧，不要跟着我了啊，以免被我连累。娘娘。后会有期。我那苦命的娘娘，太爽了！老娘终于自由了，再也不用管皇宫里那堆破事，还有这么多钱。分头去找。是。慕容帅，这人不好好造反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这小娘子竟要这么多银票，还有金银珠宝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完蛋了，我的退休金！住手！各位好汉，这出来打劫都是为了钱财，这个我懂。这些首饰和银票你们都可以拿走，但你们能不能放我一命？我保证，我可以额外再给你们一笔钱的。多少钱？别听他的，这小娘子有那么多钱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来的。咱们放了她，说不定会招来一批官兵来杀咱们。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我发誓。救命啊！刘金书，你好大的本事！我们走。你受伤了？拜你所赐，余毒未尽，不能运功。我？少兄弟！慕容帅！刘金书，刘金书，你为何要？废话，你没事才有希望救我出去，你死了，我岂不是100%没命？这是我欠你的。慕容帅，你醒了。不要以为你替我挡了一刀，我便会就此放过你。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？还吐血吗？你干什么？牛玛丽，拿出你的眼睛，
以后能不能活，就靠这把了。过去种种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就连今天这一刀，也不足以弥补我对你的1/1000的伤害。别演了，你说这些，只不过是怕我杀你。你若对我有半分情谊，又怎会给我下毒？我没有，我承认我确实很怕死，今日逃跑也是为了自保，但是我绝对没有给你下过毒的。我牛金树对天发誓，我从未给慕容帅下过毒，也从未想过害慕容帅性命。如有谎言，我便孤独终老，天打雷劈，不得。牛金书，你再敢骗我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殿下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今日到底还反不反啊？蓉儿，今天开心吗？开心，这是蓉儿有史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天。真希望每天都是如此，没有旁人，只有你我。皇上放心，蓉儿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皇上不好了，摄政王他反了。你说什么？都城已被摄政王的军队封锁，眼看就要攻入城门了。皇上，你先跑，老奴掩护你。太好了，反正我无心做这皇帝。皇叔想要这皇位，朕即刻让贤。哎，这样一想，朕每天就不用上早朝批奏折了。蓉儿，我可以带你离开这。谁要跟你走？蓉儿，你不想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只羡鸳鸯不羡仙吗？随你找哪个野鸳鸯，我可是要留在宫里继续做凤凰的。蓉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妻啊！别碰我！你的妻是皇后，不是我。我早就受够你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想着建功立业，满脑子风花雪月，说什么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还是3妻4妾，比不上摄政王半点儿。喜欢摄政王？摄政王英勇神武，文武双全，哪个女人会不喜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皇太妃娘娘答应我，等摄政王上位，我照旧是贵妃娘娘。赵芙蓉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是不是你？我是要嫁给摄政王的，怎会生下你的孩子？皇上，参见陛下。你说你是我母妃派来的？是。不管她跟你承诺过什么，我不知情，便不作数。陛下，皇上，皇上，臣来了！臣救驾来迟，快保护太后皇上！是。摄政王，皇上，太后莫慌，2万御林军已经来了。今天臣就算拼了老命，也要保住皇家正统。等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屯兵5万凉州军，就在城20里外，而且现在兵临城下，这不是谋反，这是什么？本王其实是军事演习，这是我跟摄政王早就商量好的军事演习。不信你看这本奏折，摄政王在1个月前便上奏此事。这，这好像木鸡未干呢，这那个沾上水了。摄政王解释一下。对，太后担心都城防控有疏漏，所以本王特地计划了这次军事演习。殿下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今日到底还反不反啊？
不能反。林相白日里便同我说，你们意图谋反，正暗中借调援兵。今日你若是反了，那必是场生灵涂炭的恶战，他这几万条性命尚未，你心安吗？殿下，你别信他的鬼话。他说的对，最佳时机已经过了。我们不能让凉州城的将士白白的死在都城下。可是殿下，我们的大军早已聚集在城门外，此时放弃的话，解释不清啊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你们得帮我一个忙。皇帝是不是还在你们手上？原来是虚惊一场啊。这次呢，本就也是考察一下各部门的应对能力，也让某些妖魔鬼怪无处遁形。臣妾就知道陛下会没事的。陛下，刚才那些话都是皇太妃娘娘逼臣妾这么说的。你不是最疼蓉儿了吗？你得相信我呀。太后娘娘，求您看在臣妾为皇上孕育2个孩子的份上，你还敢提？传令下去，贵妃赵氏恃宠而骄，残害皇嗣，今日起废黜封号，打入冷宫。我早就受够你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想着建功立业，满脑子风花雪月，说什么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还是3妻4妾？比不上摄政王殿下半点。母后，一个人喝多没意思啊，母后陪你。母后，之前是我识人不清，屡次误会，还顶撞您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有误会是很正常的，而且知错能改，为时不晚。我这样的废物，真的能当皇帝吗？没有人生来就是个好皇帝，后天努力也是很重要的。可皇叔文武双全，英勇神武，处处都比我强。他比我更适合当这个皇帝，要不……慕容贤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不愿意当这个皇帝啊！母妃，我去帮您找太医。贤儿，别怕，母妃已经把你托付给皇后娘娘。她没有孩子，只要母妃死了，皇后娘娘一定会视你如己出的。以后你就喊她母亲。我不做皇后娘娘的儿子，我是母妃的儿子。傻孩子，母妃家族败落，已经给不了处理。你只有待在皇后娘娘身边，才能离皇位最近。母妃，来人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成为皇上。母妃，母妃！母后，这些年，你为我倾尽所有，将我推上皇位，我很感激。可是我一想到我的皇位是用我母妃的命换来的，我不想做皇帝。我只想要我母妃。为何我从来就没有选择的权利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若是现在放弃了，那你母妃岂不是白死了？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也没有办法改变。如今你已经坐在这个位子上，那不如接受现实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皇帝。你要是连试都不试就放弃，那你母妃她便更不能安心了。
伤口好痒，让我挠一下，我就挠一下。你看这棵树，长得可真树啊！都做太后的人了，怎么和小孩子一样？太后怎么了？太后就不能有童心了？牛家大小姐3岁学琴，5岁写诗，处处严于律己，是端庄娴雅的名门闺秀，何曾有童心？你今天来找我什么事？不会是专门来叙旧的吧？你还欠我一个解释。你放心啊，你中毒的事情我一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。那给你下毒的人，他不仅给你下毒，他还嫁祸于我，显然就是想让我们互相争斗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所以咱们可不能中了他的圈套，结为同盟。同盟？牛金书，不要以为你替我挡了一刀，我会就此放过你。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自然是要把这笔债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你不会是想要我肉偿吧？莫要自作多情。自从你背叛我开始，我对你便再无半分情谊。我奉劝你，最好别让我抓住把柄，否则的话，你这条命迟早是我的。你非杀我不可吗？太妃娘娘，殿下已经将军队调开，他说暂时不打算围城逼宫了。7年了，他竟然还忘不了那个牛金书。为了一个薄情寡义的女人，难道他要放弃唾手可得的皇位吗？之前让你下毒栽赃，离间他们的关系，怎么样了？属下先设法给殿下下毒，再把毒药涂抹在太后的手铐上，让殿下以为是太后要杀他。起初，殿下确实对此恨之入骨，但是后来，太后救了他一命，他又心软了。殿下总是觉得，太后这7年判若两人，性情大变。殿下虽然嘴上说着不承认，但心里确实是如此。不行，我不能任由这个女人毁掉我儿子的千秋大业。去，继续寻找机会，一定要想尽办法破坏他们的关系。当时打劫我的那群乞丐，全是来自江宁的灾民。是，这些是他们在监狱中的证词，还有一些查到的户籍信息。100万两赈灾银到了灾区竟10不存1，粥厂无米，堤坝无财，灾民们易子而食，育儿卖女，如今又成群结队，沦为流寇，四处劫掠，这岂有此理！这些江宁官员在奏折里报喜不报忧，若不是我们碰巧遇见这些灾民，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母后，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管一管。好啊，你有这份心，那可是太……那明天开始，你和我继续一起上朝。啊！参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陛下，您之前已经收回太后的监国之权，她现在没有资格参与朝政。无妨，朕特许太后旁听早朝。还有，娘娘豢养男宠，祸乱后宫之事，朕特许太后寻觅伴侣。陛下，您不能为了徇私不顾礼法。古人云：“李御史，可否婚配啊？”上尉。那太好了，我看这李御史颇有姿色，不如纳入我长乐宫。臣是朝廷命官，怎能逼我做男宠啊？反正你一天天的说不出一句人话，做不了一点实事，还不如来我宫中出力。太后娘娘，此事欠妥，还望娘娘三思。沈御史，这沈御史不愧是探花郎啊，颇有眉毛，一并纳了。这成何体统啊！还请太后收回。哎，你也纳了。
太后强纳朝廷命官，简直荒淫行事，不怕引起众怒吗？这是本宫宫内事，跟摄政王殿下无关吧？既然母后喜欢那几位爱卿，不如今晚就……臣等方才失言，还请太后恕罪。恭迎太后娘娘参与早朝。开始早朝吧。江宁水患赈灾款项究竟去了何处？陛下息怒，江宁水患形势浩大，路途遥远，转运损耗那是必然。当地官吏办事不力，还有中饱私囊，臣已派人严查。严查？查了多久？可有结果？皇上说你们户部主管钱财，100万两白银能耗到何处？臣失职，请娘娘恕罪。此事牵连甚广，一时难以解决。回禀娘娘，当务之急还是安抚流民，剿抚并用，以便稳定局势。这时候若大动干戈，江宁官场人人自危，不但不便稳定局面，而且还会逼反良民呐。为了稳定，就让那些蛀虫继续逍遥法外，让百姓继续活活饿死，让朝廷的威严荡然无存吗？陛下，江宁官场错综复杂，一不小心便会打草惊蛇，所以这次必须要选一位有经验、有胆识，且有足够威慑力的钦差。臣愿请旨，前往江宁。好，有摄政王出马，定会让此案水落石出。朕特命你为钦差大臣，赐尚方宝剑，遇贪官污吏5品以下，你可先斩后奏；5品以上，即刻缉拿回京。若遇阻拦者，按同党论处。臣领旨。李御史颇有姿色，探花郎如此美貌，太后娘娘，你就这么缺男人吗？哎呀，这都是权宜之计嘛。再说，摄政王对本宫早无半分情谊，那你还管这些做什么？不如好好准备去江宁，早日将你那个赈灾贪污案查清楚。查清楚？查清楚？牛禁书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你说谁傻呢？本宫那是心系江宁百姓。你不会忘了吧？你们牛家是江宁大族，如今的江宁知府是你堂兄。什么？别装了，这件事肯定跟你们牛家脱不了关系，本王会好好查。你最好祈祷本王没有查出什么，否则的话，你这太后的位子，还有你那满宫的男宠，恐怕都保不住了。老臣参见太后。这就是我爹安国公，长得倒是慈眉善目，应该不是反派吧？父亲请坐，请坐。不知娘娘此次召见，所谓何事啊？父亲，这江宁知府真的是我堂兄，此次赈灾是他全权负责的。你堂兄啊，自小亲厚，怎么还明知故问呢？所以，他真的贪污了赈灾粮了？娘娘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就说，赈灾辛苦，拿一些多余的银两，那也是应该的。那还不是贪污吗？他怎么可以这么做？这是重罪。娘娘，如今这天下都怕是在您的手里，他有没有罪还不是您说了算。再说了，江宁一直是咱们牛家的地盘，要不是有这块肥肉在，我如何能为您进献那些金银珠宝？当年又如何能把你送上继后之位？所以，咱们牛家还是背后主使啊。邪恶势力的保护伞，竟是我自己啊！邪恶势力，娘娘，你可别犯糊涂。你和咱们牛家可是绑在一条船上的，牛家如果出了事，你的太后之位也保不住了。你威胁我也没有用啊！这次去江宁的是慕容帅，他这么恨我，
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就让他有去无回。就算他把握凉州军，也没法调兵去江宁。咱们正好借此机会，把这个眼中钉给拔掉。将来这大榕江山，就是咱们牛家的囊中之物。无能的儿，猖狂的爹，索命的初恋破碎的他，我这穿越的是什么命啊？想做条咸鱼怎么这么难？慕容帅，慕容帅，何事？你什么时候去江宁？怎么，心虚了？求情也没用，本王定会将江宁赈灾案查个水落石出。太后娘娘，且等着吧。算了，我还提醒他干什么？他这一去，死了正好。殿下，只要这次能够查明牛家是贪污赈灾款的罪魁祸首，便能一举推翻太后。小皇帝不争气，到时候您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登上大位了。别掉以轻心，我不信牛金叔会坐以待毙。摄政王殿下，请留步！什么人，竟敢挡摄政王殿下的道？我乃大理寺员外郎玛丽，奉太后娘娘懿旨，协助摄政王去江宁查案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慕容帅对付我，也不能让牛家一手遮天。那个猖狂爹想要控制我，可我只想做条咸鱼，我不想做他的傀儡的。大理寺员外郎，这是太后娘娘懿旨。牛金叔，好大的胆子！牛金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？你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本宫那是在宫里太无聊了，想跟你去江宁查案，微服私访。你是怕我查出什么东西，故意来捣乱吧？当然不是，本宫此次是真心跟你去江宁查案的，绝不徇私。若是那个江宁知府真的有罪，我一定亲手把他抓走。太后懿旨在此，你若不带我去，那便是抗旨。你不怕我半路杀了你？我给皇上留了话，若是10日之后收不到我的亲笔信，那便是你杀了我。你若不想背上谋杀太后的罪名，那尽管动手好了。我若想杀你，还会怕这些？不过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便宜。既然你自投罗网，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。你最好别后悔。下江南这种好事，怎么不留给朕呢？不行，母后把朕一个人留在这，岂不是要累死朕？赶紧溜！皇上，哎，林相，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太后要臣好好陪你聊聊治国的道理，还有就是要监督皇上您批奏折呀！啊！批呀！你往前啊！殿下，太后隐藏身份，孤身前来，正是一个除掉她的好机会。不说，不急，让她先吃点苦头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大人，您别太紧张。挺好玩的。玛丽，你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从现在起，你就待在马车上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说我官职低，只能骑马。我警告你，不许和我的侍卫说话，更不许动歪心思。你不会是觉得我对他们有意思吧？李御史都颇有姿色，那我这些手下岂不是个个花容月貌？放心啊，有你在眼前，我看不上他们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在阐述一个客观的事实。你确实很好看，比他们都……哎呀，死嘴！你在说什么？这不是越描越黑吗？花言巧语。谁？你晕车啊？出去！没想到我们战无不胜的摄政王殿下，居然晕马车，是不是你唯一的弱点啊？你要是敢说出去，你就死定了！哎呀，你都晕成这样了，还耍什么威风？你说现在是不是你最虚弱的时候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总说要折磨我、报复我，害我每天都担惊受怕的。现在这风水轮流转，总算是轮到你了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这个呢，是我专门从南疆寻来的蛊毒，能够彻底控制你的身体。以后你每一个月就要来问我拿一次解药，不然的话就会立刻暴毙。别白费功夫了。有没有感觉身上热热的，背后凉凉的？你要结束！哎呀，乖，以后好好听话，做姐姐的小跟班吧。你要结束！这个呢，是我专门从南疆寻来的蛊毒，能够彻底控制你的身体。以后你每一个月就要来问我拿一次解药，不然的话就会立刻暴毙。结束！你醒啦？解药给我！什么解药？服毒的。你还真信啊？那是晕车药，我从宫里带来的，效果好着呢。你现在头不晕了吧？还想不想吐？你敢耍我？谁让你每天都吓唬我的？咱们两个就当扯平了。我给你煮了粥，里面放了红枣跟生姜，对晕车有帮助的。惺惺作态，你会这么好心？你看，没毒的。别那么刻板印象嘛，我又不是7年前那个牛津叔了。我们是仇人。你明明昨晚可以。我跟你说过的，这趟来江宁，我们是为了查证在银贪污案，能不能放下对彼此的戒备和偏见啊？我们好好合作一下。我不会信你的，但我可以答应你，在回京之前不再刁难你。但是你必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让我时时监督你的一切行为。要是你再敢搞什么小动作，绝对不会。我发誓。总算到了江宁，咱们不去见知府，来这儿做什么？你的身材、骨架、说话的声音，没一处像男子。女扮男装，戴着斗笠，这样只会让人生疑。古装剧果然是骗人的，那些女扮男装都假死了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你又在嘀咕些什么？还没好吗？等等，这样的衣服怎么穿啊？早知道就把锦绣叫进来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慕容哥哥，慕容帅，哎，我总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见江宁知府吧？他是我堂兄，一定会被他认出来的。我会说，你是本王新得的爱妾，
我视你如珠如宝，不让任何人看见你的容貌。如果有人看到了，本王就挖了他的眼珠子。怎么，不敢演了？摄政王殿下远道而来，我等有失远迎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摄政王貌美如花，愿养我几日情郎，是我赚了。殿下，下官……哎呦，下官失礼了，打扰。摄政王殿下，水患之后，我们官府每日都在四处购买米面粮食，每日分发给灾民。可江宁有11县，受灾的群众实在太多，一时不能面面俱到，才传出我们赈灾不利的谣言呐。牛知府的意思是，那些匪徒约莫了你们？匪徒的话怎么能信？那些人本来就是穷凶极恶、心术不正的匪徒，趁着灾荒打家劫舍，四处散播谣言。赈灾的实际情况，你应该问问江宁的百姓才是啊。多谢大人。这些米粮多久分发一次？家里人可够吃啊？3日便发放一次，够吃。牛知府爱民如子，处处为我们老百姓考虑，不仅为我们发放米粮，还请大夫为我们做义诊。感谢牛知府，多谢牛知府，感谢牛知府。诸位不必多礼，我身为江宁知府，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。继续施米。殿下，您要的账本我给您带来了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，请殿下过目。这些人衣服破旧，却一个个面色红润，身材匀称，手还干干净净的，连个茧子都没有，一看平常就不干活，哪像灾民啊，全是托。这位夫人，江宁四处受灾，怕不太平，您不要出去闲逛了。哼，这不摆明了要监视我们，不让我们打探江宁真正的情况吗？殿下，还要看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是答应人家要去买江宁最出名的锦缎吗？也对，美人的事最要紧。走，快给殿下带路。殿下，你看这块布好看吗？好看，不如让本王亲自为你量体裁衣。讨厌！怎么，想看本王的活春宫？想得不敢。那还不滚出去！是。娘娘，你一定要早点回来。奴婢怕露出马脚，我们就去附近街上转转，很快回来的。我们从窗户偷偷溜出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抓稳了。哇！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怎么总是一副什么都没见过的样子？小时候你还缠着要跟我学轻功呢。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最后一斗米了。我要！不要抢！不要抢！我要！给我是我的！别抢！别接！再给点！别抢了！起开！最后一点米，好了，下次再来吧。
这可怎么办？我怎么怎么办呀？好几天饿的，这些米都发霉了，还能吃吗？7天才放1次粮，还都是霉米，这些狗官根本不管百姓死活，简直丧尽天良啊！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弄袋米来，先给百姓救济。反正也是一死，大家跟我去抢粮。多拿点。你呢？怎么都是沙子？全装上。都是沙子，统统杀了，一个不留。我拦住他们，大家赶紧走。走。这个粮仓是假的，只有前几袋是米，后面几袋都是沙子。他们真的粮仓不在这儿。牛金书，我让你站在原地不要乱动，你乱跑什么？我看他们准备闯粮仓，所以想混进去打探一下虚实。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要是我再晚了一会，你在担心我？你要是死了，皇帝肯定怪在我头上。我只是不想背黑锅。你受伤了？别管了，赶紧回部中，要不来不及了。可是我真的跑不动了。上来。慕容帅，你真的想杀我吗？还是喜欢我？疼吗？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疤？装傻？都是拜你所赐，我能活着回来，就是为了找你讨债的。大骗子，嘴上总说要杀我报复我，却一直在救我。明明是个心软的恋爱脑，装什么铁石心肠？江宁官府靠假粮仓掩人耳目，实际上用霉米滥竽充数，从中谋取暴利。真正的粮仓一定装满了霉米，被他们藏在别处。只要找到真正的粮仓，查获那些霉米，就可以抓住他们弄虚作假的把柄，逼江宁知府交出真正的账本。我已经派人发出消息，说灾民找到了真正的粮仓，准备去抢。牛知府如果收到消息，一定会派人去看守。我们只要跟踪他的人，摸清粮仓的位置，说不定今晚就有好消息。殿下，方才牛知府派人来请，让您去参加接风晚宴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必了，牛知府毕竟是你堂兄，就算多年未见，也很有可能会认出你。就在这等消息吧。一个知府的宅子竟然造得这么大，真不知道贪了多少钱。哎，我怎么走不回去了？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属下在酒里下的毒，能让摄政王昏迷不醒，功力全失。之后再将他丢进荷花池。好，事成之后，就说摄政王醉酒失足落水，不慎溺死，是他自己不小心，跟咱们全无干系。只要此事办成，太后娘娘和国公爷都重重有赏。去。多年未见，堂兄这是不认得本宫啊？微臣参见太后娘娘。都是自家人，堂兄不必得礼。谢娘娘。这娘娘怎么在此？您就是摄政王的爱妾啊？难怪摄政王这么些年不近女色，原来是对娘娘念念不忘啊。本宫忍辱负重，与他虚与委蛇，这都是为了保你呀。你是不知道，已经有一队暗卫将你们这府衙包围了，还有跟踪你的人找到粮仓的真正位置。什么？这……就算你今晚杀了他，他手下的人要是找到了那些霉米，照样是能定你的罪的。要是闹上了朝堂，本宫也保不住你。太后娘娘，微臣多年对您忠心耿耿，
你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，不要慌，你找人连夜把那仓库里的东西挪走不就行了？他就算知道粮仓的位置，没有煤米也定不了你的罪的。是，我这就吩咐。哎，等等，先不要杀摄政王。为何？毕竟爱过，我对他旧情难忘。只要他不妨碍我们的事情，就先不许害他性命。你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。什么？粮仓是空的？昨夜我们的人跟踪他们过去时，粮仓明明还是满的，怎么一夜之间？难道牛知府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我们安排暗卫跟踪他们的事，除了你我，也没人知道啊。还有一个人知道。谁？刘金书。太后娘娘，摄政王找不到煤米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哎，慕容帅这个人啊，他睚眦必报，无法无天。你要是惹毛他了，说不定他带兵把你这儿翻个底朝天呢。你快仔细想想，有什么千万不能被他发现的东西，特别是跟我们牛家有关的，不如先交出来给我。这娘娘，殿下过来了。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是不是你？什么？是不是你给牛知府通风报信，让他挪空了粮仓？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你已经死在荷花池里了。刘金书，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，说什么要跟我合作，绝不徇私，全是谎言。他们想要……摄政王殿下，意欲何为？难道你要刺杀太后娘娘吗？来人，护驾！这是。慕容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再也不会信你一个字。这本账目有一些私账，记载着我和江宁这些年官员所有的金钱往来，还有瓜分赈灾银的明细。原本想把它烧了，可转念一想，留着它，就等于抓住了那些官员的把柄，有助于咱们牛家掌控整个江宁官场。堂兄对牛家可真是忠心耿耿。你放心吧，这本账我会好好带回去，好生保管的。哎，还有那些煤米，我已经差人放入船舱，待到明日娘娘启程，纵使他摄政王有再大的本事，也休想在江宁查到任何证据。好。此次娘娘前来帮忙，微臣实在感激不尽。此生唯有做牛做马，方能报答娘娘的大恩大德。哼，做什么牛马，等着坐牢吧。哎，都是一家人，堂兄不用客气的。娘娘此次是微服出巡，明日微臣也不便相送。今日微臣便以茶代酒，祝娘娘明日一帆风顺，平安回京。牛家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本宫身为太后难辞其咎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宣布，我将退出朝堂，不管一切朝堂之事，稳居后宫，做个混吃等死、啥也不管的咸鱼太后。不愧是我，不仅能够为民除害，还能换回自由，一身轻松。摄政王那边，等我们回京之后，处置了牛知府等人，他自是会理解我的苦心的。可是这些日子你把他蒙在鼓里，丢在江宁，只怕他会不太好受。以太后娘娘的名义，悄悄将此物送去给摄政王，约他明日一见。大人，咱们真要那么做？太后娘娘说过，不能杀摄政王。太后娘娘终归是一介妇人，咱们牛家还得是听国公爷的。国公爷早有吩咐，此次无论如何都要除掉摄政王。只有他死了，
太后娘娘的地位才能稳固，我们牛家才能成为大荣国背后真正的主人，方能一步登天。属下遵命。小心行事，切记此事万万不可被太后知晓。是。殿下，属下打听到消息，太后娘娘明日突然秘密返京。她要走便走，与我何干？您不觉得她走得很匆忙吗？难不成她帮牛知府藏匿了什么证据？她从哪个渡口走？殿下，刚才有人送来这个，说是给您的。明日申时，城东树林。是梅米。殿下，您真的要去？太后骗了你那么多回，万一这次也……如果梅米真的被运出江宁，我们就失去了指控牛知府的证据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得去看看。那手下替你去。不用了，牛金叔跟你一直不对付，他见到你怕是不会说实话。放心，我能一个人上战场，还怕对付不了一个女人？摄政王殿下，这边请。太后娘娘在这边等您。你不是牛金叔，你是谁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他果然又在骗我。不好意思，摄政王殿下，太后有旨，今日务必要把你留在这儿。慕容哥哥，我要做这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慕容帅，摄政王殿下貌美如花，愿意养我几日情郎，是我赚呢。慕容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赢了，我终究要死在你手里。慕容帅，你没事吧？你快走，别管我！少废话！当年的牛金叔放弃了你，现在我不会了。你醒了？怎么样了？为什么救我？我让锦绣偷偷去找你了，谁知道你来小树林找我，你被骗了，那是牛知府给你设的陷阱。牛知府是你堂兄，你们不是一伙的？当然不是，我假装跟他合作，是为了拿到这个。这是真正的账本，里面记录了他跟数十名江宁官员贪墨赈灾营的证据和详情。等我们回到京城，就可以把他们都抓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还有那些真正的梅米，已经跟着锦绣在回京的路上了。这个账本交上去，你们牛家可就完了。犯了错本来就是要受到惩罚的，而且出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真心来查案的，绝不徇私。这下你总信我了吧？牛金叔，我有时候真的不懂你。你明明可以烧掉账本，替牛家脱罪，明明可以独自回京城，让我死在江宁。你明明一直自私自利，贪图权势，恨不得置我于死地。为什么这次偏偏……以前的牛金叔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不一样。不然你以后别叫我牛金叔了，叫我牛玛丽，怎么样？昨晚突然亲了我，今天怎么跟没事人似的？不是说古人很传统吗？不然你以后别叫我牛金叔了，叫我牛玛丽，怎么样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死脑袋别再想。小心！昨晚什么呀？往下说啊！
多谢你的照顾。就这？不然呢？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办吗？走吧。渣男。跟我来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是我第一次来江宁，你跟我说要带我去江宁最好玩的地方，结果你带我逛了一整天香粉铺、珠宝店，你送我一盒香粉，骗我给你买了一只玉簪。是吗？那你可亏大了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为你带上了那根簪子。你对我说，不管我们将来相隔多远，只要那只簪子还在，你就会永远念着我。但是后来，刘金书，你为何负我？你怎能负我？因为我要做皇后，我将来要当太后，我要做这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而这些，只有你皇兄能够给我。好，好，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以前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，要不我重新买根玉簪陪你。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。我慕容帅认准的东西，什么都替代不了。玉簪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7年了，我一直带着这根断簪，想用它提醒自己有多恨你。但是我现在才发现，其实我从未放下过你。我认命了，不想再计较那些恩恩怨怨，只想找回当初那个时时念着我的金书妹妹。我怎么忘了呢？他一直喜欢的是牛金书，不是我。与其怀念过去，不如重新开始。要不，你以后别叫我牛金书了，叫我牛玛丽。我们从头来过，好好相处，怎么样？牛，这名字也太奇怪了。金书，我知道你怕我恨你，但你就是你。我既然答应你不再翻旧账，就一定做到。我会像以前一样待你好。可是簪子断了就是断了，再也修不回原来的样子。我变了，我和原来也不一样了。金书，金书，金书，殿下，殿下，还好你没事，属下昨天都快急疯了。刘金书呢？啊，他已经走了。他说这次是什么秘密出现，不跟咱们一块回宫了。还有，他让我把这个一定要交给你。他说这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任务，让您亲自去交差，不必提起他，就说是您找到的。真奇怪，他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不仅救了你，还要把功劳全部让给你。他是不是又在耍什么花招？我就知道，他心里还有我。殿下，牛知府以为你已经死了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别惊动他，我们回宫。好。国公爷有喜事啊！慕容帅终于死了，如此心腹大患，以后天下再没有人敢动咱牛家的权势了。好啊，好！哎呀妈！慕容帅，你没死。安国公接旨：你勾结江宁知府，贪墨赈灾银两，私结党羽，贿赂官员，致使江南百姓流离失所，罪不可赦。奉陛下旨意，即刻夺你爵位，押入大牢。
拿下！是。你们一定搞错了，你们搞错了！不！快放我出去！我要见太后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是太后的父亲，皇帝的外祖。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太后娘娘，你怎么才来？快，让他们放爹出去啊！你跟牛知府做的那些事情，证据确凿，本宫也没有办法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一定要保住你堂兄吗？你这样会害死咱们牛家的。你们在江宁贪没了80万赈灾银，害死了多少百姓？这是你们罪有应得。牛金书，你别忘了自己姓什么！你当真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的太后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牛家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我是我自己，你别想再胁迫我。我劝你，还是早日认罪，以免连累家眷。牛金书，你背叛家族，枉为人女，你以为你能独善其身吗？你做梦！你做梦！好，不愧是我儿，此次不仅立下大功，还将牛家一网打尽。如今朝野上下都对殿下赞不绝口，江宁百姓还给殿下写了赞歌呢。马上联系各部，此次定要让太后彻底翻不了身，这样我儿的千秋大业便唾手可得。这些全是弹劾太后的。是陛下。赶紧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陛下，牛家贪没赈灾银，害死江宁百姓无数，理应满门抄斩。太后乃牛家之嫡女，多年来包庇父兄，贪赃枉法，难辞其咎，理应与牛家人同罪。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陛下息怒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江宁民怨纷纷。若太后安然无恙，不曾接受责罚，这不是寒了天下百姓的心吗？完了！骂得不错啊，会骂就多骂一点，骂到皇帝能够自己亲政就好了。太后是朕的母亲，朕若真责罚，岂非不忠不义不孝？不够猛啊，还是得我自己来。陛下，本宫身为当朝太后，没能约束家人，让家人犯下滔天罪行，难辞其咎。今日本宫脱簪戴罪，还望陛下责罚。母后何罪之有？快请起。这是本宫写的罪己诏，本宫愿向天下人忏悔本宫所犯的失察之罪。陛下，休听他胡言乱语，这算什么认罪和责罚？分明就是狡辩。你说的对啊，牛家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，本宫实在是无颜再垂帘听政。从今日起，本宫愿交出监国之权，退居后宫，今生今世永不插手朝政，还望陛下成全，即刻亲政。太后，此话当真？本宫的封印在此，今日也交由陛下保管。母后，您不能不管朕啊！皇帝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母后相信，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，你定能成为一代明君的。太后今日怎么了？转性了？陛下，既然太后已经主动认罪，不如成全她。答应我，快答应！我要退休，我要退休！万万不可！陛下，太后娘娘乃我大荣朝的功臣，何罪之有？啊，不，我有罪！你没罪！我有！没有！皇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启禀陛下，臣这次之所以能查清江宁赈灾一案，多亏了太后的暗中相助。她不仅不曾包庇牛家，还大义灭亲，亲手将证据交给了臣。竟有此事！母后，你怎么不说啊？她不愿让陛下担心，所以隐瞒了真相，选择与牛家人同罪。陛下，臣以为太后娘娘虽对牛家人疏于管教，但所作所为足以功过相抵，实在不应受罚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母后一心为国为民，
大义灭亲，这样的胸怀，你们几个人能做到？是。今后，我看谁还敢谈论太后。母后，儿臣亲自送您回宫。好吧。起驾！唉，我的退休，我的自由，诸位内阁大臣已经知晓一切，以后他们不会再刁难你了。慕容帅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我就是看不得他们欺负你啊！你不是向来喜欢权力，要做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吗？我会将这权力护在你手心，让你得偿所愿。可那是牛金书想要的，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根本就不是牛金书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你是说，你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灵魂，叫牛玛丽？对啊。那金书呢？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也许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我的身体里。也许现在已经……我知道你对他念念不忘的。我本来是想瞒着你，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你继续把我当成他了。怪不得你总说些奇怪的话。原来你根本不是他。对，我是牛玛丽，我不是牛金书，所以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那些肉麻的话，也不要再来妨碍我。我来这个世界是来享福的，我只想做一条自由自在的咸鱼。咸鱼？我一点也不想掺和进前朝后宫那些事情，也不想再跟你纠缠那些不属于我的情啊爱的，所以以后你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殿下，您别再喝了。7年，我拼了命的从凉州走回京城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夺回大位，去报复那个背叛你的女人啊，殿下。啊，殿下！属下该死，属下该死！算了，丢了吧。陛下，皇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启禀陛下，臣有事禀报。皇叔，你这是干嘛呀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事起来说吧。君臣有别，不可逾矩。行，你说吧。这么隆重，是终于要逼我退位了吗？臣愿交出虎符，从此不再带兵，留在宫中辅佐陛下，永远为陛下效忠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虎符？但，臣有一个条件。你是不是疯了？那凉州军是你用命换来的，那是咱们最大的倚仗啊！你说你怎么能把虎符交出去呢？母妃，其实我没那么想当皇帝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我殚精竭虑，
为你筹谋了这么多年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，你说你现在要放弃？你别再为我操劳了，对我来说，您的身体比皇位更重要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那个牛津树？你忘了？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背叛你，把你赶到边关去的？那个狐狸精，他想要你的命啊！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联系各部，一起去给那个皇帝施压。那个小皇帝，他是个废物，他一定会把虎符还给你。母妃，心意已决。还是母后您会享受啊，敷个面片，喝个奶茶，美极了。这不是面片，这个叫面膜。你今天怎么那么闲？奏折批完了？有一半交给皇叔了。慕容帅，他怎么会帮你批奏折？是啊，他还把虎符交给我了。虎符？啊，母后不知道吗？我以为你们俩早就商量好了。他说只要我亲政，就把虎符交给我，还说以后再也不带兵了，全力辅佐我。那我岂不是可以退休了？退休？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管，天天躺在这里喝奶茶。皇叔说母后为大荣朝操劳多年，身不由己，想歇就歇吧。他真的这么说的？啊！哎，母后，你面片掉了。太后出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找我？奴婢也不清楚。为什么决定交出虎符？为什么决定以后辅佐皇帝？这是摄政王该做的事。你什么时候甘心做一个摄政王了？不谋反了？不报仇了？太后娘娘慎言。慕容帅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你是不是为了我？你别多想。你当时替我挡了一刀，还在江宁救了我一命。我只是想报答你而已。你不是金叔，不应该背负这么多不属于你的责任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牛玛丽。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。怎么？你不愿意？我怕你后悔。后悔什么呀？我写传。腰好酸。牛玛丽，
你也太经不住诱惑了，都没确定关系，就跟国人搞这么超前的事，他该怎么想我啊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啊，我挺好的。昨晚我们……昨晚那个事情是意外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我也不是非要你负责的意思。那个，我们都30多岁的人了，这种事情你情我愿很正常的。意外？正常？牛马丽，你可真是……皇上驾到！嘘，千万别出声。皇上，母后当真睡到现在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啊，没有，那个我就是心情好，多睡了会儿。皇上这会来我这儿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母后如今也不用垂帘听政了，儿臣怕您无聊，给你带来了2个身材健硕的武将来玩玩。不要，本宫最近修身养性，不喜欢男人。母后就别客气了，去好好伺候太后娘娘。别碰她！谁？她没穿衣服。母后屋里有人，为何刚才不告诉儿臣，害得儿臣好尴尬。她身份特殊，是我的新男宠。心上人。实不相瞒，本宫此次去江宁，看上了一个人，愿意为他收心，遣散后宫所有男宠，今生今世便独宠他一个。这人既然这么好，你让他起来给朕看看。那个，他脸皮薄，等日后选了黄道吉日，穿戴整齐，我再带他来见你，怎么样？那儿臣就不打扰母后休息了。你刚才怎么那么冲动，差点就……心上人？那是情急之下，权宜之计，你不必当真。照你的意思，本王也是男宠。我可没那么说，是他牛金书喜欢睡男宠，又不是我，我就睡过一个。你惯会骗人，谁知道真假？那你呢？你把我当做什么？牛金书的替身？你走吧，以后别再……你是你，他是他。你听好了，这颗心是在为你而跳的。知道了，我的心上人。林相，您不是要找皇上吗？我刚才看见摄政王鬼鬼祟祟的将太后娘娘带到御花园来，我担心太后娘娘的安危呀。林相，您多虑。你懂什么？他们2人素来不和，而且这次摄政王以交出虎符为代价，逼皇上把太后娘娘赶回后宫，其心可诛啊！不好！娘娘，老臣来救你了！太后娘娘，老臣救……皇上，你俩太荒唐了！一个摄政王，一个太后，你们居然……林相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没有任何政治企图，而且慕容帅他都交了虎符了，不可能再谋反了。老臣惭愧呀！太后娘娘大义灭亲，不但解决了江宁贪墨案，而且还委身于摄政王，替皇上要回了虎符。娘娘用心良苦，老臣惭愧呀！林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纯爱，你懂吗？懂，臣懂。
太后娘娘至情至性，爱国爱民。随林相怎么想，反正本王现在只要太后娘娘，有她在，我便永远效忠陛下。否则，陈导，以后我一定吩咐他们，让他们闭嘴。多谢林相。陛下有急事，请娘娘殿下临幸前往御书房。北狄入侵凉州，我城池连连失守啊！不可能，这北狄首领被摄政王所杀，他们群龙无首，不成气候。而我们凉州军兵强马壮，北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，还连失2座城池，他们做不到的。有内奸，只要有人将凉州的布防图、补给路线、行军计划全部透露给北狄，北狄就可长驱直入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按照北狄的进攻速度，凉州城根本来不及重新布防了。若是凉州彻底失守，咱们大荣必将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。他们北狄难道可有给出什么停战条件吗？这些北狄人的新首领，点名要我们将母后送去和亲，欺人太甚了！太后身为国母，自古以来哪有让国母和亲的先例？简直有辱我大荣，不能答应。陛下，臣请命即刻带兵出征，战北狄，守凉州。好，那就等等，不能出兵。为何？你们想想，北狄提出要求太后和亲这么荒谬的条件，像是在羞辱我们大荣，又更像是在激怒我们，而我们一定会派摄政王领兵出征的，这样更像是中了他们的圈套。本王不怕圈套。哎呀，但本宫怕呀！你若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大荣该怎么办啊？可如果摄政王殿下不出征，我们又该如何破解此局呢？哎，既然这样，不如这样。凉州战况危急，短短数日，已失守2座城池，停战迫在眉睫。为了保住凉州这道最后的防线，太后自愿出驾和亲。令摄政王慕容帅听旨。臣在。朕命你亲自带兵送驾，保护太后安危。同时以和亲之名避人耳目，暗中调兵，筹集粮草，支援凉州，打那些北狄人一个措手不及。臣领旨。怕吗？有你陪着，我不怕。母后，都是儿臣没用。贤儿，这次我们都走了，只能留你一个人独守皇城了。但你要记住，你是一国之君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一定要撑住。好，我会的。时辰到，起驾。长安，母后和皇叔出发几日了？回禀陛下，3日了。3日了。以前总嫌他们管着我，现在没人管我了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陛下终于能独当一面了，他们若能瞧见陛下熬夜批奏折，定会欣慰的。陛下，宫门不知被谁打开，进来一大批叛军，都是北狄人。陛下，
快跑！长安，陛下，我劝你还是不要乱走，免得死得太容易。是你帮那些叛军打开城门，甚至你就是那个泄露凉州布防图的奸细。这都多亏了陛下，要不是陛下把机密文件到处丢着，让我学会了不少东西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勾结那些北狄人？因为我就是北狄的新首领。小时候被军队俘虏，好不容易逃出去，忍饥挨饿，四处流浪，还被人骗进宫去做了太监。我好恨，以为这辈子早就完蛋了，没想到摄政王把我兄长的头砍下来，让我成了北狄的新首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，我不仅要守住北狄，还要掠夺大戎朝，让这儿所有的人都给我下跪。所以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残害数万名边疆战士和百姓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这个草包皇帝，你懂什么呀？要不是牛金书常年护着你，慕容帅为你镇守边关，你早就在我手上死800次。所以你让太后出嫁，是算准了我会让摄政王送奖。这招调虎离山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俩都离开皇宫吗？没有了他们俩，你就像没牙的老虎，任由我摆布。我已经让北狄人在路上设下天罗地网，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死在路上了。抓住他！皇上别怕，臣妾护着你。你怎么变样了？太后娘娘教臣妾健身，还有撸铁，很有成效。撸铁？皇后娘娘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，非要过来自寻死路。不妨告诉你，所有的叛军都在朝这儿集结，你们跑不了了。皇后，你走吧，他们的目标是我。国家有难，臣妾身为皇后，岂能苟且偷生？皇上，您别怕，只要臣妾还有一口气，必定陪您撑到底。对，撑下去，朕是皇帝，更不应该轻言放弃。好感人呐！那奴婢在这儿恭送皇上、皇后娘娘共赴黄泉吧。母后，皇叔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外面的人已经全部被我拿下。长安公公，不，北狄的新首领，束手就擒吧！不可能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早就猜到有人想要调虎离山，便假意和亲，用精心策划的虚假路线和军事计划，就是为了引诱你这个内奸上钩。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凉州，而是一支带兵藏匿在城外，就等着你动手。你们，快，把他抓起来！他是北狄的新首领，有他当人质，凉州就不至于被动了。可以呀，现在连这个都想到啦。可别小瞧朕，朕好歹是一国之君。等你凯旋归来，我们就做2条咸鱼，一起溜出宫去，看看大戎朝的大好河山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